白目的人有够多，这口气我吞不下去。所以你决定要坐哪里了吗？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怎样？他就说我没有心情不好啊，我今天精神有问题。好呛！给我走！然后我就离开那间店。快速过他之后，他就说：“哇，你是火中康吗？”故意认错。你应该说。想为好姐妹出口气，陈哥传授大绝招。姐妹就说：“哎，你知道吗？最近那个迪哥他约我出去，伸咸猪手摸他屁股。哎呀！然后呢，我听了我就很生气啊。这种人就要约他去吃热炒。为什么？热炒点菜的时候，这招不错哎。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你们好。陈哥，干什么东西啊？突然这么大叫，我是被吓到的。还不都是我老公？你老公？老公怎么老公？就昨天，我想庆祝我跟老公结婚11年又3个半月的纪念日，所以我就想给他一个惊喜，订了他最喜欢吃的日本料理餐厅。很好啊。结果没想到他在吃饭过程里面一直在处理工作的事情。是了，难得出门约会，前面这样子的确是有点不对，是不是？但也不能完全怪他。毕竟临时有要事要处理啊，这也在所难免的，干嘛那么计较？我当时也是这样想。对啊。所以这口气我就忍了。忍了，当然要忍，忍又 but。趁着花好月圆、良辰美景，我就立马换上了大面积肉色火辣性感战袍，准备跟他大战300回合。哎，结果，我老公他竟然不行。慢着，他不行，你确定在这里讲吗？你想到哪里去了？他不行的是精神状态。我刚换好衣服出来，他就在床上呼呼大睡。陈哥，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4位呢，跟我们的女主持一样，有遇到一些有气非吞不可的现象。欢迎他们出场。介绍第一位，王晴。还有欢迎王晴。哎呀，好久不见。哎，好美。哎呀，美。欢迎阿啾。欢迎新朋友严又廷。欢迎又廷。欢迎毛素琴姐。稀客，欢迎4位。气人人都有，这气有的吞得下去，有人吞不下去。对。脾气不好，王晴脾气是不太好。他脾气不好。我哪里看起来脾气不好？看起来脾气很不好。怎么可能？不要再激他了，不要再激他了。我也才淡淡的。对呀，淡淡说他。我淡淡的说1句而已，你说8句哎。忍不下去，不忍了。你不忍了？我不忍了。素清姐，你也会生气哦？我其实脾气还蛮不好的。你温文儒雅都是装的。是，就是平常在外面的样子而已。是。在公司里面，其实就知名的就是每个人都不想接我电话的。哎，真的。是。就是后巴布那种。后巴布。来，我们今天从这个环节开始。千百万个不愿意，但这口气我只能硬吞。千百万个不愿意。客人态度有够差。是什么样的？哪一个领域的客人？外送的客人，因为我演艺其实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我很常找有空的时候我就去跑外送。哎呦，然后因为我觉得外送还蛮有趣的是，你可以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可以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主要是我可以帮我的老婆收集好吃的餐厅。结婚了？你结婚了？我结婚了。我外送有一段时间了，那好的客人、坏的客人都有遇到过。那有一次我就是下雨天，基本上下雨天大家其实是有一个默契的，就是客人基本上会请你放在1楼的大厅，或者是他可能会下来跟你。真的啊？对。没电梯你们通常都不会上去嘛？通常不太会，但是我会，因为我就是想说当做运动健身。多好的一个孩子！哎呦，没事，因为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服务嘛。你应该也限楼高吧？超过6楼应该不会跑了吧？超过6，没有，超过6，怎么超过6楼就给小费啊？超过6楼还是会跑，但大部分真的都有电梯，除非他电梯。通常公寓很少超过6楼的啊。
有一次我就送到顶楼加盖，对对对，6楼。然后我到了1楼之后，我就想说打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等了20分钟之后，他突然接起来，就跟我说6楼上楼上楼。然后我想说 ，APP 是说你要，就是你说在1楼碰面，然后1楼拿。那我想说好，没关系。然后我就走楼梯嘛，然后之后上去之后，我就找不到那个到顶楼加盖的那个门，我还花了5分钟找不到，他也不跟我说在哪里。终于找到一个超隐秘的门，让一打开之后是顶楼加盖。我想说，哇，终于到了。然后他就开门之后，他就很用力的把我那个外送拿过来之后，他说：“外送送什么东西啊？搞那么久。”然后上下打量我一番之后，就甩头就把门关起来。然后我这太没礼貌，因为你外面下着大雨，然后又等了那么久，等了快20几分钟之后，我上去，然后下次让我再送这一家，我不下药，我随便你。绝对不能，他太过分了，因为你真的谁没有父母啊？不能，你当下只能忍啊，因为你很怕被人家很怕人家给你负评。哦，负评。对。哎，奇怪，你们可以给客人负评吗？我们不行，不能双向打。我们不行，但是当然也有遇到好的客人啊，好的客人他就是有点认出我，然后他就说他给我小费哦，那小费不是钱，他给我他们家种的苹果。好可爱哦！苹果这种应该是市售的，然后我就很感谢，你知道收到那个苹果，你会真的是很感谢，我说谢谢你。但以后你们拍照可不可以通知一下？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拿外送，穿着极邋遢嘛，就一个拖鞋就下去，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拍照，他会传给你，告诉就代表他已经送完这个单。我很常拍那种老兵老弱残兵，然后刚好拿着东西，很狼狈回头拍，他可以拍到整个脸哦，头发又超乱的，很丢脸啊！但是你们不是有时候会有你们自己之间的小群组，就知道某个客户很恶劣啊，或者那个地点超遥远，大家不要再接了，因为有些他很炸，他的地点其实遥远到爆炸远，就是你接那个单可能到山里头，可是一开始看那个地址看不出来。我有一次就会觉得崩溃。我有一次到山里面的庙，他那个 APP 山里面的庙，指引导到山里面的庙，但是我用 Google Map 查，那地址明明就是在基隆路，然后在市区，然后 APP 居然引我到山里面的庙，我当下停下来，送错了啦，我吓到。我以为是好兄弟，什么事？可能是好兄弟店啊，我也想吃，你知道吗？我是外送金子啊，我真的吓到。但是蜡烛，后来是对的吗？对的地点吗？真的是送到那边去吗？就不是啊，就不是嘛，不是啊。但是 APP 显示是叫你跑到那边。有一些那种一些 map 的那些软体，对，带着你去的地方可能是错误的，对不对？可能是错误的，所以这个你要对于台北市的路都要很了解，所以我因此我钻研，就我在公园打球请教一个，他是 Uber 已经送了3-4年，我请问到底要怎么送比较快？尖峰时刻，东西向的不跑。市民好南北哦，市民大道信义不跑，仁爱不跑，你就跑复兴，跑松江，南北特别好跑。对，这以后我们买房子也要看，东西的不买，南北的。我们通常都是坐南朝北啊，你们有差吗？对，坐南朝北。跟回家的路有关系哦。有道理。原来是这样。极好。葵花宝典。哇塞！狐臭司机，他还挑衅，我跟你讲，这个我要先声明，这个体味啊是每个人都我们尊重，我也不是排斥。但是那一次是夏天很炎热哦，来了一台计程车，我上车之后来一台 Uber， 我上车之后，我一上车就觉得完不对，味道重，很浓。但我可以理解，因为夏天有狐狸，对啊，很热，夏天很热嘛，它一定会出汗什么，它但味道会重一些。我是从内湖一路叫车，我要坐到东区，那距离是有一点长的，对。那基本上我到了民权隧道之后就已经憋不住了，我就开点窗把小半窗打开来，想说，对，我们也不要跟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自己默默这个是对不对？我们要体谅人家，就开个窗，大概开这样子，然后我就有一点就是。这有点明显了，对，但也偶尔默默的靠过去哦。然后我默默要靠过去的时候，他把它关起来了。然后我就看那个我就想说，然后他说，少年呢，开冷气呢。开冷气，你开他就觉得我怎么可以开窗户这样，我就
是哦，哇，怎么办？一个窗被堵住，对，就被堵住，然后不行，然后就再开一开，然后你就看到了那个过民权隧道那边开有点塞车，然后外面车流声比较大，我想说这个开窗户的声音应该不会惊动到他，我才刚按哦，头准备过去，啪又关起来了，那一线生机又结束了，又是笼中鸟了，对，很重，我就这样，我坐回来，然后他就说笑脸的，我就跟你说我有开冷气了，你干嘛一直开窗？我说不是，我今天头有点痛，我想要透透外面的。还帮他找台阶。对，就是你不能讲什么嘛。对，我就憋，你知道从那一路我从那憋到了东区，这中间我已经几次，你整个头已经变紫色了。我已经把我的就是车子这边有它冷气孔嘛，我到后来都是假装我要绑鞋带。可是这样会靠得更近哎。可是你至少那冷气出来的风是比较清新的嘛。终于到了东区，我要下车之前，司机回头了。嗨，我这辈子没有遇过这么挑衅的一句话。他说：“安娜，教练呢，有没有闻到孜然烤羊肉的味道啊？”对，他就是要给你闻，他就是要给我闻，他就是故意的。我以为他是不自知哎，一直闻到孜然烤羊肉的味道，我就。但是我要下车了，然后我下车之后，我就在想，我要不要投诉？可是 Uber 的缺点就是我投诉了，他知道我住哪里啊？真的？对啊，真的吗？他一定知道地址，他有地址啊，他来我家接我的，所以我就孜然烤羊肉一路从内湖闻到了东区，是很浓烈的那一种，大漠风味，很浓很浓。而且那司机重点是他边开的时候，我就在看他还会这样，你知道有些人开还会这样。假的，闻一下，然后哇，我真的觉得哇，好想死哦，好想死哦。这大概就是人坐在冷气房里还能有这么重的味道，感觉很像在虐你，天气很热，所以那个他一定在外面不知道干嘛流汗什么，看，所以整个车是很满的。我下车之后，我觉得我衣服都是那个味道，整天，整天，哇，太害怕了。老实说，我本来就害怕，我本来以为你这个司机是不自觉，因为有些人呢，他其实不自觉自己有体味。我讲我自己一次可耻的经历好了。我有一次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 Uber 评分他给我不是5.0呢？因为我本人又客气又会给小费。后来我想到有一次啊，我就上了那个 Uber 之后啊，我想跟你一样，我想说是啊，丢，因为一直闻到一种类似鱿鱼的味道。鱼市场的鱿鱼味，一直在那种香港脚的那种脚臭味，然后想说啊，怎么办？怎么会这么衰？刚好，可是没有关系，我忍一忍，我忍到地点就好了。终于下了车，豁然开朗，没事了，想说好险，就走到定位的时候，我开始做事，想说奇怪，今天鱿鱼味一直跟着我，旁边又是谁？鱿鱼游戏，鱿鱼怎么又出现了？只是鱿鱼游戏呀。后来发现一件事，是我当天的那双拖鞋。它呢，因为前一天下雨天嘛，下雨天我都一直觉得穿拖鞋最好，因为反正鞋子分不清湿或干，脚会不会干，但是脚不会臭，鞋会臭。那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那天很快，我真的闻不到吗？臭的是我的鞋。我后来就是一直觉得，为什么今天臭鱿鱼一直跟着我，才发现鱿鱼在我的脚上。那我们是不是该找司机来录这一集？哇，那你是踩到什么？不是，我跟你讲，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是密闭的拖鞋吗？就是半密闭。然后我跟你讲，密闭怎么拖鞋怎么密闭？对，就是它最重要是对半包覆，结果脚是干的，但拖鞋是湿的，拖鞋就臭掉。对，其实那种包覆的拖鞋，尤其是塑胶的，你不把它弄干，味道会真的是。对。王小晴，你来。造谣说我是小偷，这是人格问题。谁造谣？我跟你讲，这种有时候我们是新人的时候，菜鸟的时候，你这种不能不忍呐，因为人家是资深的，人家是那个地位比你高的。就那时候我刚去拍戏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资深化妆师，然后他就是处处会针对我，跟会背后说我闲话。后来我就是托我经纪人去问。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我第一次去定妆的时候，我没有跟他拜码头，他就记在心里，他就觉得这女生就是既然不知道我是谁，然后就开始就处处会一直就在化妆间就会一直说哦，王晴很不认真啊，她都在打瞌睡，然后呢
有一次我就是休假在家里，然后呢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服装助理打给我电话，然后他就支支吾吾的就讲说，姐不好意思哦，那个请问啊，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前几天呢，就是带了一双靴子回去？然后我说靴子没有啊，怎么了？他说因为那个剧里面有另外一个姐姐，她的一双靴子不见了。然后呢，我们想说啊，就是你有一双很像的靴子，会不会是你不小心拿错了？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不可能。我说你们是在哪里弄丢的？那你们可不可以去调查监视器？那时候我就有偷问，我就问那助理说，你们怎么会觉得要来问我呢？然后他就说啊没有啦，是因为那个化妆师姐姐啊，她就说王晴个性很呛，会不会是她不小心拿错了呀？可是她根本没凭没据啊，她没凭没据，她就是他也没有指明，他只是怀疑。对啦，他也没有他说拿错了，也没说你偷。就是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讲的让人家觉得是要来怀疑我，哦可是根本没有。他如果不讲，根本没有人会觉得是我拿，因为我跟那个姐姐我跟姐姐不是同一条线的，跟我根本没关系。然后2天之后，我就想说，我那时候有跟那个助理讲说，你们去调监视器之后跟我说。结果2天之后没有消息，我自己打电话去跟那个助理讲，我说，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鞋子找到了吗？然后他还说啊，有啦，我们去调监视器之后啊，发现是一个灵眼，他以为什么这个鞋子要拿到那个另外一个化妆室，所以他拿去另外一个化妆室也没有偷走，就只是换一个地方放而已。然后有找到，我就觉得很委屈，我说那你们找到了，你们怎么没有跟我讲呢？你们来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怀疑你，怀疑我，可是你们找到也没有跟我讲一声啊。对，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不能忍，然后我就跟我经纪人讲，可是我经纪人他说你是新人呢，你是新人的话，如果你在这件事情跟统筹讲，跟其他那个长官讲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很麻烦，你就是爱找事情闹的人，所以呢，他就说你就要忍着。他的顾虑是对的。对，他说你就要忍着。我在那个圈子待久了之后，我发现他就是出了名的很喜欢欺负新人。我们做发型哦，我们绑头发不是都会别那个吗？就是小黑夹吗？对。然后那阵子我回家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奇怪，我这头皮好痛哦。然后呢，过一阵子之后，有一个新人，他比我更后来进来，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昨天呢在化妆室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件事情超尴尬，就是呢，那个女生她先进化妆室，在更衣室里面更衣，然后呢，那个化妆师他们不知道那里面有人，他就进来，然后就跟那个助理讲说，等一下是那个谁要先来化妆啊，那个我等一下就拿那个小黑夹用力戳他头皮，然后那女生就刚好换衣服走出来，跟他。然后嘞，然后就超尴尬，这太刺激了，太刺激了。然后那个姐姐就不敢讲话，然后那女生就说，那女生就跟我一样反应她就说，难怪我最近回家的时候我都觉得头皮好痛哦，原来是她故意夹的，我都一直想说为什么那个黑夹子夹那么紧，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就说，原来是这样子哦，难怪我这阵子头皮也很痛，原来是因为这样，他是故意的。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不顺眼，就是。我们长相好像是很高傲，可是其实我们其实是很，你觉得你长相很高傲？对，我长相是冰山。有人告诉你吗？对，我不讲话的时候，人家都以为我很高傲嘛，我很冷淡啊。原来大家都这么想，那就好了。是不是？可是大家都有共识，我就没问题了。但是他们只要一发现，其实我是一个没有攻击性的人，之后就开始欺负我。开公司有内幕，洪素琴不忍全说了。疫情期间，所有的活动都暂停。然后没想说撑过去就好，没想到后来呢，这个说负责出钱我出力这个人突然间说他不做了，他要全部投入的钱全拿走但大家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所有的钱拿到第一时间就买了衣服买了包包，你知道吗？这可以讲吗？这可以说出来吗？这可以讲吗？这算亏空公款的一种行为吧。拍戏的确进到化妆间，你都要立刻跟这些姐姐们打个招呼啦。山庄都很
需要打招呼这样。对，这些礼貌还是要有的嘛，方法对不对？你看前一阵又是什么抢位置的问题什么，对不对？是啊。哎，陈哥你要做吗？我有2张。哦，好，对不起。我想问有不爱做。好了，素晶姐，来自脚臭的朋友来。是拖鞋臭，鱿鱼姐姐，拖鞋臭。鱿鱼姐姐来。好，我要讲这故事呢，也是大股东抽股不投资。我当时离开了记者圈之后呢，本来是去一间网络的健康内容的网站这样子。那可是呢，做到后来呢，老板就觉得说做内容很烧钱，所以他就想说他不要做了。可是当时因为他邀请我去，其实我已经带了很多业务进去，很多朋友看我在那边，就是很多业务委托我们做。然后这时候有些还没执行完呢，于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没关系，我们自己做。那当时跟我讲的是说他出钱，我出人。好，所以我就是呢，等于我在那边工作就好了，用我的劳务所得当做投资，那真正的钱就是他出，所以公司也就这么成立了。然后没想到很衰，第2年就疫情就来了。哇！疫情的时候真的很惨，因为我合作的公司都是非常谨慎的公司，所以他们其实疫情期间所有的活动都暂停。然后没想说撑过去就好，没想到后来呢，这个说负责出钱我出力这个人，他可能他的公司也遭遇一点危机，他突然间说他不做了。啊！我现在先讲，器材全部都买了，然后呢，公司也租好房子了，什么都做好了，而且那些看在我的脸带业务进来的人，业务也都进来，只是还不能执行，因为他们说这个疫情期间他们真的不能做，公司会有意见。所以呢，停在这时候，突然出钱的人说他不要做了。他要全部投入的钱全拿走啊！就是他的意思是他如果投500，他要拿500回去哦。啊？那你们当初没有签白纸黑字的？有啊，当时是股东啊，合约什么什么都签了，他就说他要退股。我说你要退股，那现在是不是我们要先扣除？因为我现在是亏本状态嘛，因为我全部的前置作业钱都投了嘛，可是我还没有回本，所以公司现在就是一个亏损，所以你要拿回去。我的心里的想法是说，哎，是不是按照比例，现在亏多少你拿多少回去，对不对？后来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怎么可能？我开公司以来没有亏过。照这样操作，当然不会亏啊。对，没错哦。我当时就傻眼了，什么叫做你开公司以来没亏过？那你现在意思是你丢多少钱，你要拿多少钱回去？可是当时说好是你出钱，我出人啊，所以现在他要把钱抽走，我就把钱垫进去，对不对？但大家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所有的钱拿到第一时间就买了衣服，买了包包，你知道吗？这可以讲吗？这可以说出来吗？我跟你讲，这算亏空公款的一种行为吧？我是说我自己的钱呐，我说我自己的钱的部分都是有钱就买花掉，花多少？我以为他是拿了500万资金，那你投资一定赚钱，我说真的。没有，就是因为我本身的存款很可怜。所以当他说他要把全部的钱拿走的时候，我当下想说怎么办？我记得那一天真的，我当时真的很想哭。我带着我所有4家银行的存折啊，一家一家去把现金转出来。我凑齐了我所有的现金垫给他那个钱，我就当时说你就身无分文了。你让他全额退费啊？我当时就想说没有关系，我就花钱买清楚一个人，我还你。这个太狠了。然后那时候全额退费，素晶姐，我要跟你合作，你真的太棒了。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还可以全额退费的，这么好。然后我跟你讲，更惨的是我当时吞了这笔钱之后，你想说好没了钱，应该不会更衰了吧？结果后来呢，居然因为我下面的员工就很担心可能哎呦大股东走会不会倒还是之类，对不对？有一天我在录影的时候，我就收到一封简讯跟我说他要离职。赖给我要离职，你知道这个员工1年000万以上的，他用赖跟我说他要走。屋漏偏逢连夜雨，他是主要的 key man， 因为我以前都是只有负责出脸，我是不做事的。这时候做事的人也走了，好可怕，给钱的人也走了，最惨的是做事的人还拖着 A1 跑掉了。哇！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把这口气忍起来，我觉得真的忍，刚才想说强忍下去真的会忍出病来。忍到那个肚子痛了，因为开始觉得怎么肚子有点抽痛感。我想说奇怪，我是忍到盲肠炎吗？后来发现不对啊，这个抽动太奇怪，它很像从肚子里面有一种很痛蹦出来，可是它是一扎一扎一扎这种痛，像电烧到一样，像针扎一样。我想说这不对，后来我低头就发现有一颗小小的水泡。
幸好我自己跑医药的，我马上想说完蛋了，我应该是忍到我免疫力很强，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这所有的压力聚集在一起，皮蛇了，对，应该是皮蛇，我赶快冲去好朋友皮肤科那里跟他说我是不是皮蛇，他说。好，没关系，来得早，赶快抗病毒药吃一吃，然后有压下来。我觉得真的算不幸中的大幸。可是是不是发过一次，后面就一直会复发？发过一次，等你免疫力低的时候，它还会来。而且我觉得我运气算很好，因为我必须说，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好运，第一时间就发现。因为我之前才在帮我朋友的妈妈介绍眼科的医师，他要做角膜移植。是因为发在这吗？它发在眼睛这边的这一对神经，然后那个水泡长到那个角膜表面。天哪！那因为它愈合会有疤，所以后来他眼角膜就是他有点看不清楚，然后他很倒霉，他第一次去换了角膜，结果失败。Oh my god！所以他就每个地方都有可能会冒，只要有神经的结的地方，他说是会绕一圈，以前都什么绕一圈就会跟神经系统，它基本上不会绕一圈，因为通常神经节两边是各自的，所以你会从这边长出来，会从这边长出来。所以以前说会长一圈，是因为你现在免疫力差到一个那是严重的话，对，严重。我想说长一圈会死掉，那长这里好快啊！以中宠，你现在的搞笑的能力是另外一种境界。不是啊，我是好奇啊，以前都是长一圈就会死掉，腰长一圈很久，手长一圈很快啊，身体边就长完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长一圈可怕，是像我朋友他妈妈这种长脸的这一几个，他真的好惨，危险，危险，中枢神经这边的上头都很危险。真的，他现在在等第二次角膜移植，严重了。然后我朋友他爸更衰，他是长这边没错，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什么？他说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闪到腰。然后因为就是一直痛，一直痛，因为自己看不到后面，因为很痛很痛很痛，那是一种神经痛。然后他自己看不到，是有一天他换衣服被后面看，他说你后面一整片都是水泡，赶快去看。但是因为太慢去看医生，那个药物没有发挥那么好的效果。你知道他后来都每天都半夜痛醒，他痛到都忧郁症。那种如果再打针有效吗？可以预防第二次的复发，再次复发。可是，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大家天气冷的时候都知道说啊，流感很可怕，所以会劝家里说，高龄的啊、慢性病的啊，要记得去打流感疫苗哈，因为得了可能会很严重。可是这一群人要知道，你知道 CDC 啊，美国 CDC 说，我们如果成年的长者呢，99.5%可能体内就有这种水痘病毒。他只是还没有发，对他只是还没有发，所以在等像我一样，你一直在囤论，或者你压力很大，免疫力很差，像天气很冷或这种身体适应力不良、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它就冒出来。一冒出来就你不知道会像我一样简单的第一时间发现，赶快医好，或者像我朋友他妈妈这么倒霉。大家真的是，如果你刚刚好去打流感疫苗或什么，你其实可以顺便咨询一下诊所医生说，我除了均衡饮食啊。好好的运动啊，不要熬夜啊，或者是好好的调整自己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可以避免这种带状疱疹，就是腿爪发作的可能性？比如说有没有疫苗可以打之类？我觉得可以问一问。大概几岁以上适合开始打这个疫苗？50岁以上。50岁以上，你要打了吗？你还离50还早不是？可是我压力有发过，我也有发过。你有发过？学到嘞。想为好姐妹出口气，陈哥传授大绝招。姐妹就说：“你知道吗？最近那个迪哥他约我出去，他为了不想得罪他，他就出去了。结果那个迪哥他那个伸咸猪手摸他屁股，哎呀！然后呢，我听了我就很生气啊。这种人就要约他去吃热炒。为什么？热炒点菜的时候，这招不错香。我们刚才是第一个环节，这口气你吞忍了下来，忍了。但还有不能忍的，对不对？来，第二个环节，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这口气我是不会吞的，绝对不会吞。我觉得我这个人呢，我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吞忍，但是呢，碰到我朋友我不行。就是呢，投资方窗口狂吃闺蜜豆腐，对，闺蜜豆腐好吃吗？我闺蜜都是美女，闺蜜豆腐是什么样的豆腐？像麻婆豆腐一种。我闺蜜都是美女，对。然后呢，就是呢，因为我们就是工作上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真的就是避免不了。就是有点算应酬啦，对啦。然后就是有一个投资方的窗口，然后呢，我们之前都知道这个人，都可能在聚会见过。迪哥，对。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在跟我姐妹聊天的时候，我姐妹就说：“
哎，你知道吗？最近那个迪哥他约我出去，他为了不想得罪他，他就出去了，跟他出去了。去吃饭，对，单独吃饭。结果那个迪哥他那个伸咸猪手摸他屁股，哎呦！然后呢，我听了我就很生气啊，我真的是不能忍受我闺蜜被欺负。好，然后呢，结果下次呢，我跟我闺蜜聚会的时候，那个迪哥他又看上我闺蜜 B。另外一个闺蜜，然后呢，他就一直跟她讲说，哎，你们在聚会哦，哎，我好想去，我好想去。然后我们就说不行，她不能来，她就是会吃人家豆腐，不准她来。然后我闺蜜 B 她就觉得说不想得罪她，还是让她过来。然后她来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观察她，然后她就是一直这样色眯眯看我闺蜜，色眯眯这样，这样打量她。然后呢，她就坐到我闺蜜旁边了，然后硬要跟她喝酒，可是我闺蜜是不喝酒的。然后于是呢，我就说，该是你跳出来挡酒的时候。然后我就拿着酒杯说，哎，你们在聊什么？然后就坐在他们中间，一屁股坐到他手上，我一屁股坐到他手上，坐到他跟我闺蜜中间，就把他挤开这样子，我就把他挤开，坐上来。然后说，哎呀，哥要跟你喝酒吗？你们在聊什么？他应该也很喜欢你，你这样没有正中了他的。真的没有，因为我看起来就是很高冷的样子。他之前，我就觉得奇怪，他怎么都没有对我下手。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安全。这就是你生气的点。不是，忍不住了，想说，哎，怎么可能呢？我也可以呀，这样。对，然后呢，然后就那个迪哥他的脸色就整个程咬金来搅我的局。那个迪哥也是那天就是喝得很不开心就走了。第3次又来，我在一个工作场合遇见他，我又看见他在亏眉，哎呦，我就是很想去刁他，我很想把这个人就是爆出来，因为我觉得算了，我就要跟他不合作，我也不会怎么样。然后我就在大家面前，我就说，哎哥，你不是在追我那个某某某闺蜜吗？你现在怎么又来在这边跟人家要电话，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要搭讪别人呐？然后他那个脸是整个就是恨得牙痒痒，然后就是那个就一副就说你这个廖北啊！这种人就要约他去吃热炒。为什么？热炒点菜的时候，然后就跟你的闺蜜讲，哎，你想吃咸猪手吗？这个梗就对了。今天大家都在，刚好阿朱也在啊，他最喜欢吃咸猪手了，他最喜欢吃咸猪肉啦。哇，这样子，这招不错哎。我应该可以跟那迪哥讲说，哎，我帮你点个豆腐嘛，不是喜欢吃豆腐吗？也很好啊，对啊。像这种时候，对，像这样表现嘛，对，这样就更不讨喜了。没关系，我不会吃我豆腐啊。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你有这个才华。对，我现在就那个高冷到很让人家不讨喜的感觉，我觉得你现在越做越好。对，越做越好，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越来越不讨喜，是不是？他反正就是会为人家强出头的那种。啊，对啦，有义气啦。对，因为他仗着自己漂亮就不怕得罪人。有些仗着自己漂亮，他就都是这样，很多漂亮女生都这样。没有，我们旁边有关系蛮幸福的，也是这样子的。她只要跟她闺蜜出去玩，然后就看到男生来吃咸猪、来吃豆腐，她都会去挡。对，她挡了几次后，她闺蜜跟她说：“你干嘛挡呢？”花钱被服务生呛瞎 ，Junior 却更在意这群人。我才刚讲完外带，我朋友就在旁边拍我说：“哎，没有，我们内用好。”我就转头跟他说：“我们内用。”那个服务生是这样转头就冷冷的看着我，所以你决定要坐哪里了吗？好像我就想想，这么多女孩子的面前，你怎么可以让我这么丢脸？你还在乎的是这个啊？挡了几次后，她闺蜜跟她说：“我今天就想破破烂烂的，你干嘛挡呢？”我就想破烂，我今天就想破破烂，你挡个屁嘞！如果是帅哥，如果是帅哥，坏人好事，对。好，所以讲到这吃的东西，我就不能忍了。来了，不能忍。对。服务生臭脸，连环呛声。为什么？我跟你讲，我去吃过很多餐厅。跟你吗？还是你看到的？我自己遇到。你是 Junior， 他不认识你啊？这就是我惭愧的地方。他真不认识你。对，但是我去吃过很多餐厅，你会遇到服务生态度不太好的，我都觉得 OK， 因为每个人的服务的素质，他有没有受过那样的教育，
是有关系的，所以有的服务不太好，我可以理解他不是故意的。但我那一次遇到这个是，他就是摆明跟我吵架，摆明的。我进去那间店，那是一个，已经沉传第3代那种老餐厅，就蛮有名的，就是吃个水饺、吃个面的那种，不是那种很贵的餐厅，就是有名的小吃，有名的面馆，对，有名的面馆。然后排到我的时候，我跟我朋友排我后面，排到我的时候，我还没点餐，他就问我说：“你要内用还是外带？”我说：“外带好了。”我才刚讲完外带，我朋友就在旁边拍我说：“没有，我们内用好，拿走就凉掉不好吃。”对呀，我就转头跟他说：“我们内用。”那个服务生是这样转头就冷冷的看着我，所以你到底要内用还是外带？哇，我那时候觉得你干嘛这个态度对我好好的，你凶我干嘛？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还是用内用好了。啊，内用，那上楼啊。我好就跟他上楼，走那楼，他走前面。然后上去之后，到了那个餐厅的2楼之后，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桌子，它的旁边就是 menu，那种老餐厅的 menu 不都写在墙壁上吗？好，你走到桌子前面的时候，你一定是先站着，因为你要看菜单嘛。那我们几个人就围到这个桌子了，我就开始跟他点菜，我们要水饺啊、牛肉面，点完之后，他就看着我，所以你决定要坐哪里了吗？我说，我们就都站在这个桌子前，我就坐这里啊，你。不是很明显，我就坐这里啊。他说：“谁知道你要坐哪里？你要讲啊！”哇，好呛！哇，我那个火整个来了，你知道吗？可是对他的人都是你吗？他没有对你的朋友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就针对我，我就忍不住，我就想想，这么多女孩子的面前，你怎么可以让我这么丢脸？你还在乎的是这个？所以这一定会在乎一下。我就很生气，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怎样？你今天是心情不好吗？你干嘛这样？”他就说：“我没有心情不好啊，我今天精神有问题。”啊，很呛哦，很呛。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他，但我很饿，所以我脑中转了好多。等我吃饱了再跟你吵。对，可是我又觉得不行，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就是我在莫名的给你。不能看你没有。对，我就说好，你精神有问题，换我心情不爽，我走。然后我就离开那间店。你不是说很饿吗？但是就是我真的受不了那股气吞不下去。对，然后旁边有蚵仔煎不错啦，就是旁边蚵仔煎。请问你朋友也都没有吃？就都没有吃，我就带着那一票人就下楼了。然后走了之后，我越想越不对，它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一间店。那一天我就在好多年前，那时候我在 FB 上，我就发了一篇，我没有讲这个店名，我就有讲说，就是我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服务生对我的态度什么什么。结果那服务生。原来他认识我，所以他跑来跟我道歉。他原来有追踪我，然后我不知道他干嘛这样呛我，所以他有看到我发文，还跑来跟我道歉。哎呦，还跑来跟我道歉。他说他那天真的心情不好什么什么的。然后讲完之后，我就好啊，没事没事。隔没1年吧，他们店就收掉了。啊！我就想他是不是太常心情不好？他是传到第3代了。对，他是他们家的第3代还是请来的服务员？家里面的第3代。哦，他不是请来的服务员。对。在哪里呢？也没说什么，没关系，反正也收了。哦，对，在金门。啊，这样金门啊，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他金门人啊，走上去的那间店，后来收掉了。我知道，态度好差哦。不好意思。有些老店会，有些会做很多会有一些自己的风格。对。公园打球遭喷垃圾话，哎呦，拜托，街头篮球这种，我真的听到史上最扯的，真的史上最扯。反正呢，我这个人是很喜欢打篮球的，很喜欢去公园，我们都在新生公园打篮球，打那种街边。所以我从小我就是跟阿伯打球，打到公园阿伯打到大的，所以什么垃圾话我没听过。这么不孝顺，从小就打阿伯，你这样子。打篮球，从小就被打篮球，我从小就打阿贝，是阿贝我就打，从小打到大。对，然后反正这个故事大概就打得很好。这个故事是我知道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录完《营业中》就是实境秀，然后有点名气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去公园啊，想说好好来运动一下，结果遇到了大学的猴子。我真的是遇到猴子，我真的这辈子啊，反正呢，他是报队的人。那我们在场上其实可能赢了2、3场，然后遇到他们，然后那个猴子呢，他一上来，他就叽叽叫了2下，对，他叽叽叫，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闪电侠哦，好像很快哦。我听到他这一句，我就想说，他应该是有 Google 或是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之前在运动会的绰号是
音速小子，我想说，他叫我闪电侠，应该是大概知道我是谁，然后就正常打，然后打有一球就这样很快速过他之后，他就说哇，真的好快哦，好棒哦，他这样好棒哦，然后我听到，但是我上篮成功了，我第一次打球是我得分，然后是气得牙痒痒的那种感觉。人家在称赞你，干嘛气？对他那个但是他有带表示哇，好快哦，闪电侠哎，好快哦，好像在看戏一样。对。然后后来我就好，我就也不放在心上，就好正常洗球，因为我刚得分了嘛，然后就洗球。我洗完球之后，他就凑过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我这辈子我真的永远忘不掉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你是妥中康吗？哇！真的是听到我这边，因为他那个是，这太刻意了。他太刻意，他太故意了。然后对他想惹你生气，你怎么可以把康哥的全名直接这样讲出来，然后是以这种讽刺的态度，然后讲我，然后我想说。故意认错的。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我就要背打他，然后背打之后他就要抄球，之后直接从我这边。棒，然后打到我蛋，然后一打过来，叫起来之后，我直接真的忍不住了，我拿着球直接往上砸，然后砸之后他就丢一下之后，我就顺势接到球，直接3步上篮得分。你这一段讲的真的是身临其境哎，重点是他真的受不了，他直接上去直接往我后面敲一拳，他一敲之后，因为刚好都有约朋友嘛，两边的朋友就冲上来。真的是扭打在一起，然后赶快我还是给大家架开之后互相就说下次不要遇到，下次真的不要遇到。你应该先打他，打完之后说走掉。客户超荒唐要求，面目全非也得忍。他就一直说，我跟你讲，我这个脸要怎样，我发型要怎样，我怎样才会好看。拍完一切顺利。好，有一天呢，他觉得影片里面的他的脸太大了。可以修小，我不是照片呢，我是影片呢，怎么修啦？只有他的脸小，那我在旁边的人都会变这样子。你应该先打他，打完之后说对我就是妥中康，走掉。你撕你扁表，我就妥中康，你记得然后走掉。对。真的是不敢了，不知道对我妥中康有什么意见。所以后来有再遇到吗？我真的有再遇到，怎么样？我也不敢怎么样，我就说，上次那个猴子，但就算就没有同场了，没有同场啊。有一些人就喜欢像以前我们那种我还小的时候，那种垃圾话会很讨厌，那种垃圾话就是，比如说你一过他以后。说，哎呦，会过人呢，瞧不起人呐！还有，我还看过那个也是一些很臭屁的一集，就是他们默契真的很好，你可能是大学校队还是怎么样，然后啪的一进就说，怎么没有人防守啊？怎么没有人防守啊？好挑衅哦！气真的很气不气？很气，然后你气到你有时候累了，你真的就是也守不了，人家又笑。怎么没有人防守？我好生气！你真的这种真的是我觉得需要去自己熟悉的地方。对，我都只在我们家那边的公园打，都自己人。下次可以揪一下。可以。可以揪。客户影片脸大想修小，这个真的好难哦。什么叫客户影片？就你的影片嘛。对 AI 做得到吗？没有，就是说我们公司呢还有一个业务，就是帮人家拍短影音。又会帮人家修小脸的，不是？然后我觉得，其实短影音，如果大家踏入这个领域，如果帮别人拍，你就知道其中各种各样奇葩的要求啊。理论上我大多数都能接受，但是如果欺负到连我同仁都觉得崩溃的时候，我真的就不能忍。因为呢，他们脚本也对过了，重点也对过了。来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挑的就是妆法，他就一直说：“我跟你讲，我这个脸要怎样，我发型要怎样，我怎样才会好看。”我想说，我第一次这么在意的，因为我们都是我们请的妆法，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电视台的妆法去帮忙。然后这时候我坐下来，我们就坐下来坐好位置，我准备要开始跟他访谈的时候，他突然间说：“可是因为我右脸比较好看，所以我要做主持人的那个位置。”然后于是呢，那你也刚好右脸好看，那怎么办？我不在意，我真的，我老实说，我他只要脚不臭就好了。对，我老实说，我只要能执行完毕，我很多都能改。他说他喜欢做主持人的位置 ，OK 的，给你做。好，拍完一切顺利。
有一天呢，突然间我的同仁来说，姐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要怎么修。我说怎样？客户有什么意见吗？因为以前有那种客户修10-20次的，你知道吗？这一次我想说，我们同仁平常个性这么好，怎么会好像一副他真的再也受不了了呢？就是这样子。客户说，他觉得影片里面的他的脸太大了，可以修小。我不是照片呢，我是影片呢。怎么修啦？我是影片，然后他跟我说全部拉16:9啊，变这样。没有，讲话都这样讲。然后他就是，我就说你要知道，你要让客户理解说，这种不是照片，这是影片要修小，10分钟，难道我一格一格去看客户的脸去修吗？可能要 AI 才能修。对，当年还没有这么，这是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可以换脸，都还没有。哦。然后那时候想说啊怎么办？我说你有跟他讲过这个困难度啊？他说有，但是他说他们就是觉得脸太大。我就说你交给我。你怎么回？我就打电话给他，不可能。哇，帅！你以为我们是制片公司啊？我们就是一般小小的资本快要倒掉的，现在应该没有快倒了，差点倒掉的一个小小的公司，我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说不可能。后来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不忍，但是有人忍下来了。有人修了，就是呢，因为客户委托的是广告公司，广告公司委托我们，对不对？所以广告公司没有办法跟客户交差啊。所以广告公司真的去弄了一个不知道类似滤镜还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滤镜。我不知道他怎么用的，但是你知道滤镜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怎么样？就是像那个每次那个女生的照片旁边，有看见树跟灯都扭曲的那种，有没有？就只有她的脸小。这是修图软体啊。对，那只有她的脸小，那我在旁边的人都会变这样子。真的啊，对不对？旁边的人都会光那个女的美的，然后她旁边那个男的都变形，都这样子啊。比如说他这边要收腰，他腰你看这腰这样用手这样收，他就会变带过去。他这边腰收上去，然后这腰就被带过去了。然后那个你知道完了以后呢，然后旁边有个最好笑的旁白是说，你看这个女的真是厉害啊，她所有男的都长成这样，她还是不离不弃。她跟每一个男的合照的每个男的。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能忍，这种笑好难忍哦。真的蛮好笑的。忍耐啊，只要你在江湖上走跳，待久了就晓得，人情世故、通情达理，大概都知道，有些是可以相忍为国的。但一样记得，委屈是为了求全。如果不能求全，谁要委屈啊？对不对？祝福大家，女王大人，下次再见。See you。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